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。王一博85 Racing 新赛季官宣，职业赛车手实力与顶流影响力双重破圈。2026年3月14日，这个原本带着几分浪漫气息的白色情人节，在娱乐圈与赛车圈却因为一个名字而变得格外热闹。王一博，当许多人还沉浸在节日氛围之中时，他却用一连串极具冲击力的动态，将话题热度牢牢锁在社交媒体的顶端。一边是以85号赛车手身份正式官宣个人车队新赛季计划，赛车圈为之震动；另一边则是在 Paris Fashion Week 的秀场上，以一身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白色紧身造型惊艳亮相。体育与时尚两条完全不同的赛道，在同一天被他同时点燃，双重话题叠加之下，几乎瞬间占据舆论中心。这种同时在不同领域制造巨大关注度的能力，也再次让人们意识到，王一博的影响力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娱乐圈。如果把目光首先投向赛车领域，这次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他所主导的车队项目85 Racing。与许多明星客串式的赛车爱好不同，这支车队几乎可以说是王一博个人赛车梦想的延伸。从车队名称到运营方向，都带着极强的个人印记。此次新赛季官宣不仅仅是一条普通的赛事消息，更像是一份完整而系统的计划蓝图，透露出他对赛车事业长期投入的决心。按照公布的赛程安排，2026赛季的首场关键赛事将出现在4月18日至19日。届时 ，China GT Championship 上海站将在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ircuit 正式开赛。排位赛与正赛的时间表已经确定，而那辆熟悉的85号赛车也将在赛道上再次呼啸而过。然而，真正让业内人士感到惊讶的，并不仅仅是赛事本身，而是赛事所带来的市场反应。据统计，这场比赛的门票在距离赛事开始还有45天时就已经全部售罄，总数超过3万张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部分高端看台票价甚至达到了5850元人民币，创下国内赛车赛事票价的新纪录。对于长期关注国内赛车市场的人来说，这样的数字并不常见。赛车运动在中国一直被视为相对小众的体育项目，而王一博的参与显然改变了这种局面。大量年轻观众因为他的存在而开始关注赛车赛事，甚至主动走进赛道现场。这种跨圈层的影响力在体育产业中极为罕见。如果说赛事门票的火爆只是影响力的一种体现，那么这次新赛季官宣中最具突破性的部分，则是他对商业合作模式的重新定义。在传统的娱乐产业逻辑中，通常是品牌向明星授予代言头衔，通过艺人的影响力来推广产品。但在这次合作体系中，王一博却反其道而行之，由车队主动为合作品牌设定角色定位。比如知名能量饮料品牌 Red Bull 被赋予首席能量官的身份，街头潮流品牌 Undefeated 成为官方潮流官，而专业户外品牌 Helly Hansen 则担任联合共创官。这种看似轻松的称号背后，其实体现的是合作模式的转变，从单向代言转变为共同参与车队文化构建。这样的反向商业合作在娱乐圈并不常见，因为它意味着艺人在合作关系中拥有更高的主导权。对于品牌来说，这种模式也意味着他们不仅仅是赞助方，而是参与到一个完整的文化项目之中。王一博显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让85 Racing 不仅仅是一支赛车队，更是一种融合体育、潮流与户外精神的文化符号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种合作逻辑更接近国际职业车队的运营方式，而不是传统的明星商业代言。车队新车的涂装设计同样体现出这种理念。
整体视觉以清新的薄荷绿色为基底，在赛车车身上加入了攀岩岩点、雪山图腾等元素。这些符号不仅与合作品牌的户外属性相呼应，也与王一博个人长期坚持的运动爱好形成呼应。车身上醒目的85数字依旧是视觉核心，而竹叶青蛇的标志性图腾则进一步增强了辨识度。这种设计不仅追求视觉上的冲击感，也让赛车本身成为一种表达个人风格的载体。当然，所有商业创新与视觉设计的背后，真正决定赛车手地位的依然是成绩与实力。在这一点上，王一博的表现同样不容忽视。作为一名持有国际汽联 C 级赛车执照的职业车手，他在2025赛季中获得了 GT3 组别冠军，并在上海8小时耐力赛中夺得亚军。纵观职业生涯，他已经取得2个冠军、3个亚军以及1个季军的成绩。对于一位从娱乐行业跨界进入赛车领域的人来说，这样的成绩无疑具有相当高的含金量。正因如此，央视体育频道曾在报道中将他称为跨界车手标杆，这不仅是一种肯定，也说明他的表现已经得到了专业领域的认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并没有把赛车视为一项短暂的兴趣，而是持续投入精力去提升技术细节。例如在车手访谈中，他曾提到自己正在重点研究赛道中的 T16 弯道，希望通过不断训练来优化圈速表现。对于职业赛车手而言，弯道技术往往是决定比赛成绩的关键，而这种对细节的执着，恰恰体现了他对赛车运动的尊重。正是这种态度，让外界逐渐不再把他简单的归类为艺人跨界，而是开始真正把他视为一名职业赛车手。与此同时，85 Racing 的存在还具有另一层更长远的意义。由于它并不隶属于传统经纪公司体系，而是王一博个人主导的项目，因此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 IP。围绕这个 IP， 他逐渐构建起一个跨领域的内容矩阵，影视领域展现个人表演能力，户外运动体现生活方式，而赛车则代表体育精神。当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时，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品牌结构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成功吸引了来自不同行业的合作伙伴，包括汽车制造商 Audi 等品牌都参与其中。这种跨行业合作不仅让车队获得更稳定的赞助资源，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国内赛车赛事长期面临的赞助稀缺问题。随着关注度不断提升，赛事本身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。例如 China GT 赛事计划新增海外分站，其中包括马来西亚赛站的规划。虽然这一变化背后有多种因素，但王一博带来的巨大关注度无疑为赛事扩展提供了新的动力。就在赛车话题还在持续发酵的时候，另一条新闻又迅速占据了社交平台巴黎时装周的现场照片。在这一天的秀场上，王一博身穿一套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白色紧身造型亮相，几乎在瞬间引爆网络讨论。大量未经修饰的现场照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，人们注意到的是那种清晰而流畅的肌肉线条。不同于传统健身风格中夸张的肌肉体积，他的体态显得精瘦而紧致，既没有过度堆积的肌肉，也完全没有单薄的感觉。网友用瘦而不柴、紧而不僵来形容这种状态，还有人调侃称他像真人版 BJD 人偶。这种身体状态并不是短期训练的结果，而是长期运动习惯的积累。攀岩运动让他的背部与胸部肌群更加紧致，而赛车训练则强化了核心肌群的稳定性。此外，他还保持着夜跑、引体向上等日常锻炼习惯，同时继续坚持舞蹈和滑板等爱好。这些不同类型的运动共同塑造了一种极具功能性的身体结构，不仅适合舞台表演，也非常适合赛车运动对身体稳定性的要求。在时装周现场，他还与多位运动型公众人物同框合影，其中包括自由式滑雪奥运冠军谷爱凌以及演员张钧甯。
三人的合影被网友戏称为体脂率天花板组合，因为三人都以健康而紧致的身体状态著称。与传统娱乐审美中强调白又瘦的单一标准不同，这种充满力量感的体态正在逐渐成为新的审美方向。回顾这一整天的舆论热度，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赛车、时尚、运动、商业合作，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，却因为王一博而被连接在一起。从顶流艺人到职业赛车手，从时尚宠儿到运动生活方式的代表，他的身份始终在不断扩展。很多人喜欢用标签来定义公众人物，但在他的身上，任何单一标签似乎都显得过于狭窄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他的影响力才显得格外独特。在许多行业中，人们往往认为流量与专业难以兼得，但王一博却用实际行动证明，两者并不是对立关系。当热爱与努力持续积累时，流量可以成为传播专业精神的放大器，而专业能力则能够让流量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。随着4月上海站比赛的临近，那辆85号赛车即将再次驶上赛道。对于关注赛车的人来说，那将是一场速度与技术的较量；对于喜欢王一博的人来说，那也是一次见证梦想持续前进的时刻。而无论最终成绩如何，这位始终忠于热爱的年轻人，已经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突破边界。未来，他还会把赛车开向哪里？又会在其他领域创造怎样的新故事？也许正是所有人最期待看到的答案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